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最近啊，AI 绘图啊，AI 作文呢都比较火。那我们 Discord 群里边呢，老范呢让大家做一个命题作文，就是谈一谈 AIGC 之争啊，就是艺术家和开源程序作者呢在集体反对AIGC。那 AIGC 啊，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就是人工智能自动生成内容啊。那之前啊，过去呢，比如说有 PGC 啊，就专业生产内容的，有用户生产内容 UGC 啊。UGC 里边，比如说我们之前讲过洛奇啊、东南零下56啊，让用户直接参加访谈，甚至像 Bruce 房车，其实这都是 UGC 是吧？用户产生内容啊，generate content 啊。那么目前呢，在文字啊、图像啊、视频游戏以及像这个虚拟的人上边啊，都可以用 AI 来做。那比如说在文字创作上，像最近最火的这个 ChatGPT 啊，它可以呢生成文字、改写文章、缩写文章、翻译文章，进行问答式的，甚至呢可以做成某一种风格的文章。它会自动抓取数据，自动生成你指令的这个文章，通过一个比较简单的，甚至急需自然语言的这么一个描述，就能完成一篇作文啊。第二个呢，像图像创作，就现在我背后的这个密密麻麻的这个数字这个背景，这就是一个著名的 Midjourney 的它的这个首页。通过这个 AI 画画，目前是最火的。第三个呢，就是视频创作。那么之前我们曾经做过一期关于谷歌的 AI 啊，生成了一个模型叫Finoki 吧，它根据文本内容呢，能生成一个长视频，甚至描述的完全的话呢，可以生成一个几分钟的一个长的视频。当然了，像音频啊这块呢也在发展，音频的这个制作呢，目前来说呢，可能没有这个 AI 这个画图这么先进，但是呢也在发展。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游戏开发了。那么游戏开发这块又分两方面，一个是场景和故事的搭建，又用上前面那个写作文的 ChatGPT 了，是吧？另外一个呢，玩家呢也可以用这个 AIGC 的平台工具呢，来创建自己的这个虚拟人，在游戏中，比如搬砖啊、打金啊等等。当然，另外一个呢就是代码生成。我们刚才讲的，艺术家和开源代码作者对这个 AIGC 意见比较大，因为这一类的像代码这一类的东西呢，可能更容易他认为被复制和被模仿。那么根据资料显示啊，这个 AIGC 的发展呢确实比较快，它的迭代速度也呈现这种指数级的爆发。包括这个深度学习模型的这个不断的完善，不断的推陈出新特别是这种开源模式，谷歌呢几乎开放了，谷歌和 OpenAI 开放了很多种这种算法，所以大模型的这种商业化探索呢都成为可能。所以 AIGC 呢发展呢现在突然就加速了，加速到这些爱好者们都跟不上了，但是专业的人员呢他们在闷头干活。所以在市场上根据这个美国的 Gartner 他预测到2025年呢，生成式的人工智能将占所有生成数据的10%，那么甚至在未来5年内，他们预测10%到30%的这个图片内容可能由 AI 生成。所以呢，未来这个市场可能到600亿的这个市场规模。所以呢，就有了我们前面说的这个主题，艺术家是吧？AI 的这个创造内 AIGC 被艺术家和开源作者呢是集体反对。这里边呢当然有很多问题。你像现在大家看到呢，就是 Midjourney 它的这个一个绘图工具这些网友们做的这些图片可以看到我起码觉得都是比较精彩的，很多东西呢是颠覆了我对这种插图这种绘画的想象。我觉得是有一些我想象不到的东西，当然也有一些看起来熟悉的风格。这是每天每时每刻这个软件都在产生各种各样的 AI 制成的这个作品，所以这样的话呢，它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只要通上电就能绘画的这么一个代码。所以呢，很多人都开始恐惧，开始害怕了。特别是呢，有的艺术家发现自己的名字被 AI 当成标签来生成图像，比如说画家拉宾诺维奇的风格。有的开源作者呢，他在使用这个 AI 工具他在测试的代码中呢，发现明显的那个 AI 拷贝了他自己的原创代码，甚至包括注解可能都照搬了，所以呢，就对 AI 呢产生了很大的反对意见。所以，那么现在呢，就是 AI 它到底能不能创作？它是照搬，
拷贝，还是它真的能创作作品，能生成一些原创性的东西来，甚至最终的拥有版权。所以这个事儿呢，确实是比较大的一个话题。我呢个人啊，是用过，最近呢也是在非常有兴趣的在使用这个 ChatGPT， 然后像 Midjourney 呢也经常用到画画。我前期的话呢是用它来做成过一些封面。那后来呢，我没有坚持，老范他们在坚持。一个是我免费的额度用完了，第二个呢，我还是比较习惯用 Photoshop 来改。当然了，这个并不是说我排斥这个 Midjourney 来做插图，确实是有好多东西呢是超过你的想象，但是你用它、训练它、熟悉它的过程呢是比较长的啊。那说到著作权啊，我国的著作权啊，就关于这个享有著作权的这个主体呢，认为呢还是人，所以呢，如果你不是个人你就不能拥有著作产权。那机器不是人，所以呢也无法获得版权，这是目前的法律规定的。你不是人，不是法人，不是组织，那 AI 生成的图片在中国目前来说呢，暂时你是不能单独申请版权的，但不表明这个东西不会变，永远不变。那相关的这个法律专家啊，都是信誓旦旦的啊。他们比如说像华东政法大学的这个知识产权学院的这个教授叫王谦啊，他说 AI 呢，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呢，它不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一方面呢，是机器呢不可能因为这个著作权因为有了这个著作权这个受到鼓励，就是说 AI 呢给了你授予你一个著作权号，你受到鼓励了，然后你再使劲画。另一方面呢，就是你不会产生这个创作的动力，是吧？因此呢，保护有机器生产的内容呢，不符合著作权法的这个目的。就著作权的目的呢，是保护知识产权，鼓励创作者的这种热情。另一方面呢，他说人工智能啊创作的作品呢，不符合版权的核心要件，独创性。这个王谦教授指出啊，他说机器啊能绘画，本质上呢，它是执行算法和计算机程序，无法体现个性化的智力创作。这个话呢说到这儿吧，我是有点不同意见了。你比如说独创性这块，我觉得是有争议的，是吧？即使搞 AI 相关的这个工作朋友啊，如果你没有在第一线深度使用，就目前这些最新的 AI 创作工具，我相信啊，它是没有发言权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不了解现在这个进展到个什么程度了，对吧？你比如说，刚才那个华东政法大学教授说的话，漏洞是有的。比如说，他有点双标。你敢说现在正在申请著作产权的这些人类作品中都具有独创性吗？是不是道理啊？你甚至连大多数具有独创性你都不敢说，因为无论是这个画家的著作产权啊，还是这个代码的这个知识产权，大家知道，在目前的状况下，中国很多的这个代码的知识产权都是改的一些开源的东西，所以独创性的东西，你人都做不到，你何苦为难一个程序呢？对吧？独创性的东西呢，要说呀，在这个我们不能叫蒙昧时代啊，在这个100-200年前啊，艺术刚开始，各种门类刚刚迸发的时候，一个新的门类出现，像发芽的小苗一样，那会儿呢，可能还比较鲜明，对吧？你现在这个作品可以说浩如烟海，你评判一个独创性的东西太难了，是非常主观的，因为人都花了眼了，都现在，所以你看，就这些 AI 生成的这些艺术作品，刚才给大家看的哈，那么这些艺术作品里边有很多呀，确实是超过行业很多的入门，包括那些中等水平的人员。比如说我用 Photoshop 十几年、几十年了快，当然我一直是一个工具式的使用，改标书、做封面，是吧？我离他们的这个 AI 做的水平，我现在是望尘莫及，我差得太远了。无论我用PS 还是Adobe 的其他软件，我都做不到这个水平。我要做成这样水平，我得苦学1年2年可能才行的。那么所以现在啊，如果说呀，现在的 AI 这个技术啊，包括这位王教授他的看法，如果他仅仅认为目前的 AI 呢还是在照搬，是吧？机械的照搬、拼接或者组成他人的这种美术、摄影、图形作品，那肯定不叫独创性，也肯定不能申请知识产权，甚至是一种侵权行为。但是呢，现在呢，这个 AI 已经不是那样的 AI 了。AI 现在是个什么水平呢？就 Midjourney 也好啊，包括 OpenAI 的其他的这些
画画的东西，那我用过的就是Midjourney 它这里边的。但 AI 现在目前呢，它不是说去偷窃、复制啊，或者说是模仿你现有作品，模仿我指的是那种像素级的拷贝，那种彻底的模仿，就按照人类鉴定一个是否模仿作品的标准啊，那种模仿。我说 AI 呢不会那样模仿作品 ，AI 呢它在扩散过程中呢也不需要在线。特别是呢 ，AI 呢，它不会说创作的时候，它搜索现有的图像，然后呢，把它们拼贴到一起呈现创作。AI 真正做的是呢，在现在的提示条件下，使用它的神经网络中的这个概念模型啊，来创作一个完全的新的作品。它的能力呢，就是通过观察策划它数据库中的这个图像呢，来绘制概念。所以呢 ，AI 在这个过程中呢，它确实观察到了现有的图像，但是它不会复制。它不会说拷贝粘贴或者保存到 AI 中，它是什么呢？它是引用它是引用你的概念，就是绘制这个概念的方式来绘制作品，它的神经网络里边，它是用了你这个画画的概念，它抽象出的那种概念，这其实也是人类学习绘画的方式，所以呢，通过观察呀周边的世界，就是现存包括过去艺术家的作品，然后理解它的原则并用它。才画成这种我们看起来像那么回事的作品。如果 AI 是一个就是过去或者是早期的 AI 那种比较初级的，那你都看不上眼。现在这些作品对于普通人，对于多少懂点艺术人来看出来说，包括从业人员，很多人都很惊讶的这种作品了，那绝对就不是那种照搬模仿了那种，它是有概念的在创作。所以 AI 现在这个本质这个它是创作，那通过这个。你比如说我们人类，人类通过观察其他艺术作品来学习绘画，你也不能说他说是什么，这也是就是说就是学习的正常过程，是吧 ？AI 也是这么做的，所以 AI 现在这个在画画的本质上，就是在产生这些图片的本质上，它是革命性的，我觉得是不违反这个版权要求的，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所以他很多的时候，他画的是一种风格，是吧？你不能对一种风格进行版权保护。那现在呢，大多数反对 AI 创作的艺术家，大多数这个观点，因为他们害怕这个机器所以他们觉得这个机器学习这种机器绘画将来会终结艺术当然呢，于是呢，他们就产生出这种AI 在盗窃艺术，他们在偷我们的绘画技能。所以呢，因为不理解吧，我觉得是，所以呢他就困惑，然后就恐惧最后呢就导致愤怒就导致仇恨，所以导致了这种比较对立的，就是艺术家仇恨这个 AIGC。那同样程序员也是这么个原理，所以如果说 AI 使这个违反版权的法律有没有呢？可能会有，你比如说你使用迪士尼或者任天堂他们那些卡通人物或者是游戏中的这个游戏 IP 进行创作，那这时候呢，你可能就违反了版权要求你只要你画的像人家那么个 IP， 你就要申请许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要做一个创作，画个招贴画，使用米老鼠的形象，你不按道理说你也应该征得人家迪士尼的授权嘛，对不对就这么个回事。所以说如果说仅仅是说我们按照梵高的风格画一幅梵高风格的画，那实际上不光我们在机器指令是这么弄，很多艺术家也是在画梵高风格的画。你不能说人能画梵高风格的画 AI 就不能画， AI 画的画了就是梵高的对梵高的亵渎，是吧？你不能这么双标吧。所以呢我们可以用迪士尼的风格来画，可以用梵高的风格来画，那谁也不能就是阻止你这么来画。只是呢如果你用了他的 IP， 你比如说像这个卡通形象或者任天堂这个形象这块具体的东西呢可以就是说申请授权，但是这个风格这块呢，我觉得不能就是说彻底的你就一棒打死，是吧？你包括很多的插画家不都是我是某某风格的插画家吗？你不也是风格吗？那有这个能力的人其实还沾沾自喜呢，是吧？就是艺术家，不是每一个从事艺术的人都能成为顶尖的艺术家，有很大一部分是匠人，对不对那我们现在 AI 达到的水平是什么呢？当然我不是搞艺术的，我觉得它起码达到了匠人的水平。所以呢，我觉得
AI 这块呢，它的出现呢，如果我们以对待人的观点来对待它，起码来说，它是就目前来说，它没有就是说侵犯，就是按照现在的版权法律来说，我觉得它是没有侵犯的。那很多人啊，对于这个，你比如说这个像用这个作品训练 AI 啊，他就是觉得是滥用啊。我觉得这个我们不能因为 AI 的效率高，他说是吧？很短的时间内看完几百万幅、上千万幅的作品，你看得多，学的东西多，我们就有了一种受害者心态，是吧？你看我们学画画的过程，我大概是在高3的时候，我是高2、高3，我是密集的学过一段画画，真的学过。我当时想考建筑学专业，就需要画素描，对不对啊？画什么呢？画球体，画鸡蛋，画贯穿体，画瓶瓶罐罐。我这个画的过程不也是吧？当然我有美术老师，也是师傅带徒弟，对不对呀？当然最后我没考上建筑学专业。后来呢，我很有幸看到了我高考的档案。哎呀，我当时还感慨呢，我当时还能画出这样的贯穿体来，画的还像模像样的。就是说我们都是师傅带徒弟啊。这个绘画的过程呢，其实和 AI 学画画过程是一样的。当然说有天才啊，他们就是自学成才的那个咱不说。那么刚才说过这个师傅带徒弟，那么还有一句话什么呢？就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那我高中的时候，我学会了素描，我不能叫学会了素描，我能画简单的素描，甚至还报了建筑学专业，也初试过了。那我能替代我的美术老师吗？不能，是吧？所以这个现在艺术家担心的都是什么呢？用我的作品训练完 AI， AI 就会彻底的替代我。所以啊，如果真的是像前面那个政法大学的教授说的啊，你是有独创性的艺术家，那你还怕这么有一个超级工具来帮助你吗？做出更独创性的作品吗？你想想看，没拿过画笔的人，都能在 AI 的辅助下画出挺现实的水平来。起码我们可以作证，我们这个群里边很多程序员他以前不是画画的，但是做出来这个插图啊各方面确实是像不像样。那你一个真正的画家，怎么可能不比这个普通人更强呢？除非你认为自己的这个创造性想法都不如普通人的，是吧？所以大家知道啊，AI 的兴起呢，其实呢就是2016年谷歌他研究这个阿尔法狗啊，当时呢横空出世，突然间呢就要跟人类最高水平的这个李世石来干一局对局，结果大家知道后来结果是4-1，AI 赢了人类。从那时候啊，这个 AI 就进入了我们视野。那当然了，说到这个围棋啊，围棋也是体育项目，对不对呀？那我们这一季的人类呢，对于体育技能的创新啊，一直是没有给予这个合理的保护啊。你比如说，顶多就是个命名，比如说我们以前看这个体操的印象比较深的奥运会体操比赛，什么特卡哈切夫腾跃，什么马艳红的回转倒立，对吧？但是别人完成这个动作，你能给他收钱吗？不能，对吧？所以阿尔法狗之后啊，我们看看那些围棋高手，他就不下棋了吗？不对，他们还在做，他们还在进步，他们怎么进步的呢？你看和这个阿尔法狗啊过招的咱们这个世界冠军常浩，现在已经是围棋协会的副主席了，我们常副主席，他说的比较好，他说呢，围棋的变化呢是太多太复杂，有了 AI 之后呢，我们可以借助它走得更远，看得更远。它就像一个探测器一样，帮助我们去探索宇宙中更多的奥妙。所以啊，我是真的认为，如果艺术家能够接受这项技术，而不是试图去阻止它，真的会有一个全新的世界向你打开。你想想，围棋它再复杂，它也是有限的格、有限的线、有限的点，而艺术创作是天马行空，是没有限制的。如果 AI 参与到进去，在这些真正有独创性的画家的启发下、促使，就是说指导下，可能会给人类的绘画呀，这种平面的绘画带来一个更加的我们想象不到的这么一个新的世界。所以呢，我觉得呢，就是包括那些身体残疾的、失能的，比如我手抖、我帕金森、我画不了画了，你在 AI 的创作下，是不是也能继续你延长你的艺术生命啊？所以我觉得呢，对于这个刚才说的这个 AIGC 来说呀，还是恐惧，就是人们对技术的快速进步啊有疑虑有恐惧，但是呢这是不可避免的事实，这种进步是你阻挡不了的。那聪明才智呢就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它是一种无法真正
逾越的这种障碍，能挡住这些技术进步的，可能只有神，是吧？我们说历史是不可预测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可预测的，就生产力突然发生了这个跳跃式的发展，你拿过去的历史来对比未来，你就会错误。什么一战、二战马上进行三战，是吧？有了 1.0、2.0 就要 3.0， 不对。你看 AI 的出现就把人类发展的进程就给打乱了。所以呢，我们在目前来说呢，我们能做到什么和我们应该怎么做这个问题上说呢，永远都是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呢，会超越一切。现在呢，我们就用它来画画了，就用它来写文章了，就用它来写概要了。很快呢，我们很多的工作都要被 AI 替代。技术的进步啊，是无法阻止的，道路可能有坎坷。举个最后再说个简单的小例子啊，我最早是做电梯行业，大家知道吗？在40年代之前，我们还有电梯司机这个职业，真正的职业啊，上职业列表的这个职业。后来电梯发生什么了？有程控，有可编程的，越来越智能化。电梯司机这个职业从我们生活中已经消失了快70-80年了，很快可能开车的司机也要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这就是你幸运的生活在的这个时代。那好的，关于 AI AIGC 的争议呢，和大家聊到这儿。您有什么观点呢？可以在评论区留言。那么这都是我个人的观点，欢迎大家拍砖。再会，拜拜。